人在什么时候才会大彻大悟？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在很多年以前，我结识了一位大和尚。我问他，人在什么时候会找到本性？本性是什么样子的？师父只是摇头笑笑说，不足语道，一开口都是错的。当时我是迷糊的，直到我和他生活了几天，我发现他整天都是元气满满，甚至会生气，但就像小孩子一样，生完气就消了，甚至会跟我开一些流行玩笑。他很喜欢养花养猫，常常他们一坐就是半天。所以那时候我发现，高僧并不都是正襟危坐的，本性也并不是一个固定结果。大彻大悟其实也是一样的。所谓大彻大悟者，必是精诚之人。何谓大彻？也就是彻底，不断地向内求，求到彻底。传习录中说，天之道，诚之者，则善而固执者也。如果对自己的心都不诚实，又怎么一步步求到彻底呢？大彻大悟是在无数个萧素寂寥的黄昏，踹进一个明亮豁达的傍晚。当你明白了钱是最重要的，那是世道在慢慢让你大彻，让你从中大悟到赚钱最重要，此为人物。当你明白了有再多的钱，没了身体，一切都白费，你开始包容一切，调整情绪，开始养生，让自己亲近自然。这是从肉身上大彻，让你从中大悟到养生静心最重要，此为得悟。当你明白这个身体不过是灵魂的泥塑，感官不过束缚着本性，你开始找到破除我执，回归生活，活在当下，从生活的细微之处感受天地，生出一颗慈悲心。这是本性的大彻。本是过客，活在当下的大悟，此为天悟。世道艰难，人的每一步成长都伴随着痛苦和迷茫。生而为人，不管是哪种大彻大悟，都注定了心灵上要经历一次次的伤痛和蜕变，而彻悟的程度恰好等于所受痛苦的程度。心不死，则道不生；欲不灭，则道不存。能从痛苦中获得突破，立绝境而生斗志，这便是重生的开始。你必须要了解，生命的觉醒和感悟是需要历经磨难的。只要你经历过生离死别，爱错一个人，结错一次婚，生过一场要命的大病，历经公司破产，生意惨淡，在这种伤害的那一刻，你就会明白什么才是生命的真相。其实这些事情的发生，也算是命运对你的考验，同样也是你自己再度你这一辈子最难度的劫。身不苦则福禄不厚，心不苦则智慧难开。所以全然接受生命所赐予你的一切，生活怎么来，咱们就怎么过。这样在不知不觉中，你就会多一份坦然和洒脱。时间久了，历练透了，你会发现一个蜕变的、崭新的、完全不一样的自己。你只有在经历绝境后，才会大彻大悟，因为你放下了对所有人的期待，
放下了对亲情、爱情、友情的幻想，因为你发现任何感情都是有条件的，任何人都无法拯救你走出绝境，你会独自遁入黑暗，独自寻找光明。有缘人，接下来我将告诉你怎样让你的人生更加通透，让你的灵魂更加自由。一共9悟，看看你能做到几悟。第1悟，人的命天注定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聚散不由人，得失天注定，你只管努力，上天自有最好的安排。第2悟，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，烦恼天生有，不减自然无。越计较越痛苦，越大度越幸福。心放宽了，事儿就小了，事儿看淡了，烦恼就没了。第3悟，人生本是一场空，来不是我所想，去不是我们所愿。生而为人，我们不能注定生死，我们也不能带走任何，那就享受生活，活在当下。第4悟，平安健康是财富，无病无灾是幸福。别把金钱看得太重，人走以后都是空，健康生活就是福气，平安终老就是成功。第5悟，爱占便宜的人最终会吃大亏，愿意吃亏的人最终得到好处。做人别太贪，人生难得糊涂。第6悟，人品永远大于能力，良心永远贵于黄金。人品好，一切都好，良心在，福气就在。第7悟，智者不言，与世无争，言多必失，沉默是金。不说是一种智慧，不争是一种修行。第8悟，所有的遇见都是缘分，无论你遇见谁，都要好好的去善待他。前世的因，后世的果，若无相欠，何来相见？第9悟，知足常乐，开心就好，知足才能常乐，放下才能轻松，释怀才能舒服。人生总有问题，命运总有答案。现在让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。这个影片有点长，建议你耐心看完，一定能够让你放下执念，大彻大悟。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地聆听。人要经历痛定思痛，生命觉醒，深度思考和超越自我4个阶段，才能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，认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在人生中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许多起伏和挫折，有些人在经历中逐渐成长，有些人则在经历中迷失和消沉。人到底经历什么，才能真正大彻大悟呢？大彻大悟的背后是什么？如何理解大彻大悟？生命如何才能觉醒？一个人只有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，还依然相信世界是美好的，万物是美好的，依然一心向内求，向外给，那么他不得智慧，谁得智慧呢？真正得到智慧的人，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是的大智慧者，反而更加恭敬和谦卑地对待周围所有的人事物。
当地藏王菩萨看到自己的母亲受苦受难的时候，自己的慈悲心一下子就升起来了。他当即发下大愿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我对地藏王菩萨的理解是成佛重要吗？他经历那么多的磨难和修行，能达到这个果位已经很不易了。成佛对他而言真的很重要，但是和解救这些在地狱受苦受难的人而言，清空地狱，让地狱变成天堂才更重要。他希望众生都离苦得乐。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慈悲心泛滥，干涉他人的因果。然而我想表达的是，只有这么大的慈悲心，才能生发出来这么大的愿力出来。当地藏王菩萨发下大愿的那一刻，地狱空与不空已经不重要了。在他的目光所及范围之内，地狱瞬间已经变成了天堂。因为他的愿力背后就是一颗大爱之心。大爱就是太阳和光，有太阳有光的地方就没有了黑暗。无条件的爱，当下唯有大爱的能量是无限大的。大愿一出，大智就来，大智慧一到，剩下的不就只有去践行了吗？有慈悲，有愿力，有智慧，还有践行，那么还有啥地狱怕不能被清空吗？换另外一个维度来思考，慈悲、愿力、智慧、践行当中的哪一个要素是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核心所在？我的思考是慈悲，因为只有慈悲心才能够让我们自己看到众生的苦难，只有看到了众生的苦难，我们才能够去生发出来这么大的愿力。只有愿力足够大，上天赐予我们的智慧就足够大，有了动力，也有了一定的智慧，剩下唯一的要素践行，顺利完成任务还远吗？听到2位开夜班的师傅说，很焦虑，很压抑，很烦躁，老是想乱发火。出租车师傅手机群里，前天又有一个师傅出事了，深聊得知，他们目前的夜班一干就是1个月，他们还是家里面的顶梁柱，一心扑到了怎么能够多赚钱这个维度了，眼前只能顾及眼前，以后根本顾及不了，不顾及以后，拿着命拼来的钱又如何能够留得下来呢？或许对于他们而言，这是无奈之选。那么这个无奈的根源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导致了如此的无奈呢？为什么有些人也没有那么拼命的工作，却小日子过得也很富足和滋润呢？有些人看似并不是特别努力，但是他们具备深度思考问题的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方法。对于一些人生抉择的事情，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更加对的一条路。曾国藩打仗并不是每一仗都有优势兵力，而是他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。人生该经历的一定要去经历，该犯的错一定要去犯。犯错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对于一个错误重复的犯。在战略选择定位的时候，并不需要一定要做多么的对，只要少犯错就已经赢了90%了。努力很重要，但选择比努力更重要。无智亦无得，
有智亦有得。1.1痛定思痛是指一个人在经历痛苦和挫折后，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想，深入思考造成痛苦的原因和自己的不足。这种反思和思考不是简单的懊悔和自责，而是对自己进行全面的审视和剖析，从而发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之处。只有经历了痛定思痛的阶段，一个人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之处，从而为接下来的改变和成长打下基础。1.2生命觉醒是指一个人在经历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后，开始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宝贵，意识到自己应该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和每一个人。这种觉醒不是简单的感慨和煽情，而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审视。当一个人经历了生命觉醒后，他会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和每一个人，更加努力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，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。1.3深度思考是指一个人在经历了一些事情后，开始深入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，思考自己的存在和意义。这种思考不是简单的表面现象的描述和解释，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探索和理解。当一个人经历了深度思考后，他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和意义，更加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和应该做什么。他会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，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。1.4超越自我是指一个人在经历了以上3个阶段后，开始尝试超越自己的限制和束缚，挑战自己的极限和能力。这种超越不是简单的自我膨胀和盲目自信，而是通过实践和探索，发现自己的潜力和可能性。当一个人经历了超越自我后，他会更加开放和包容地看待自己和他人，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。他会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和每一个人，更加努力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人要经历痛定思痛、生命觉醒、深度思考和超越自我4个阶段的磨砺和体验，才能真正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个人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，审视生命，探索世界和自己，从而不断地成长和完善自己。这世界上有没有一本让人看了能大彻大悟的书籍？我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一本书，也不可能存在一本如此便捷高效的书。要不然，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是傻子更多一些呢？历史上的经典琳琅满目，数不胜数。以传统的儒释道3教为基础说，儒书是中国文化传承的基础，读后可以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，人与自身性格之间的关系，是入世的不二法宝。道书阐述了世间万物的本质、根源、规律，阐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。矛盾是一本出世奇书，佛书是世界上最可能让人觉悟的书。佛的意思是觉者，
也就是大觉大悟之人，是摆脱了这个世界上所有枷锁的人，所以最后他们的宗旨就落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上。人，或者说生物，他们讲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每个人追求的大彻大悟是不同的，故而所学、所看之书，所需要滋养的阅历，所体悟的结果，都会因人而异。想在人际沟通、交往方面大彻大悟，那必不可少的就是孔孟学说。孔孟学说已经扎根中华2000余年，它对中华民族的行为与思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为何他们与外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？其中儒家思想就占很重要的比重。读懂孔孟，就读懂了半个中国的人情世故、历史兴衰。如要独善其身，那让自己大彻大悟的书籍一定是道家学说。想要学佛，一定要有儒的基础，儒的基础越深，对人、对社会的理解越深，佛的作用就越大。而佛与道的区别也很简单，道是把人拉到天外，像个神仙一样俯瞰世界，可以接受贫穷，可以接受富有，是一种超然万物般的思想状态。而佛的好处就在于，它能把超脱到天外的人拉回来，让你重新意识到自己还是个人，即便在思想上逃脱了这个世界，但肉体依旧需要安放。佛的修行不只局限在思考中，也经历在刨地种瓜中。其实有一句话很能解释问题，汝欲学诗，当求于诗外。读书是不会大彻大悟的，尤其在中国。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死读书的人，因为中国人太多了。那什么最重要呢？古人云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如果读书能通透，何必要行万里路呢？在本质上，阅历与读书一样重要，是大彻大悟的两个必备因素。用道家的思想来看，就是没有迷茫，何来觉醒？大彻大悟分两种人，一种是至纯之人，根本不想何为透彻，所以他们生来透彻；一种是至浑之人，他们虽然很浑浊，但通过自己的修行达到了至纯的境界，也算透彻。而其中最痛苦的就是活在这两类中间的人。其实世界上99.9%的人都是这其中之人，他们失去了纯真，却又没看透浑浊，终其一生反反复复寻找方法追求透彻，然而也就这样盲目地过了一辈子不得结果。其实世界上没有让人透彻的书，因为透彻是量变而引来的质变。经历的多，看得多，思考的多，那自然离通透就更进一步。3. 人生是一场修行。对有些人来说，人生是一场旅行；对有些人来说，人生是一场修行。人生修行终究是讲缘分的，有些人阅历不够，有些人读书不够，有些人机缘不够，这些人都没法大彻大悟。读书、经历、思考、机缘是通透的4大要素。
就思考苦求大彻大悟这个问题本身，就是一种执念，一种迷茫，一种自求，然后又寻求看一本书解决大彻大悟这个问题，则执念更深，迷茫更重。读书是为了让自己变通透，不是为了给自己增加牢笼和烦恼，为了结果而追求结果，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。想要大彻大悟这个结果，首先要保证自己在路上，不要管看什么书。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，一定有其独特价值。多看多思考，本质上种地打坐都是修行，身体和思想总得有一样在路上。至于结果，或许真正通透之后就无用了。我们一路奋战，不是为了能改变世界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。无论这个世界对你怎么样，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努力，勇敢，充满希望。不要去追一匹马，用追马的时间种草，待到春暖花开时，就会有一群骏马奔向你，任你挑选。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。既然是在梦一般的年华，就应该有梦。生命中没有一种状态比不懈的奋斗更能让我们活得理直气壮。我从来不信什么一夜成名，一夜暴富，只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如果有一天你的努力配得上你的梦想，那么你的梦想也绝对不会辜负你的努力。记住一句话，越努力越幸运。生活并无完美，与其让生活带来更多的沮丧与抱怨，不如坚持着一份信念，相信通过努力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好。人生当自强，人的一生总会遇见挫折磨难，但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，走过了便是一种收获，便会让自己成长起来。感恩伤害我的人，因为他磨练了我的意志；感恩绊倒我的人，因为他强化了我的双腿；感恩鞭打我的人，因为他激发了我的斗志；感恩欺骗我的人，因为他增长了我的智慧；感恩抛弃我的人，因为他让我学会独立；感恩批评我的人，因为他让我改正了缺点。凡事感恩，学会感恩。人生总会有低谷，走过了你就赢了。人生无常，虽未必大起大落，却也常有坎坷跌宕。安守一颗平常心，人生才能笑看风云。凡事只要看得淡些，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。只要不因愤怒而夸大事态，就没有什么事情值得生气的了。人和人之间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，靠的是共性和吸引，而不是压迫、捆绑、放长和一味的付出，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。人的心若固执自己的观念，不肯放下，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。财富是一时的朋友，而朋友才是永久的财富。荣誉是一时的荣耀，做人才是永久的根本。学历是一时的知识，学习才是永久的智慧。人生的3把钥匙：接受、改变、离开。不能接受就改变，不能改变，
那就离开。人生的幸福不在于富足，而在于满足。满足不在于多加燃料，而在于减少火苗。欲望无止，生命有限，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尽的欲望，又怎能得到满足？放下贪欲，追求平实简朴的生活，幸福才能越来越多。真正聪明的最高境界是大智若愚，知识故而不世故，立圆滑而迷天真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真正有格局的人，既能享受最好的，也能承受最坏的。真正的大彻大悟，是指一个人在经历某些事情后，对生命、世界和自己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，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这种理解不仅仅是对知识的掌握，更是对生命的感悟和体验。大彻大悟就是彻底醒悟，是豁然开朗，是茅塞顿开。大彻大悟的人可能是在日积月累中逐渐领悟，也可能是在经历生死、经历婚变、经历灾难时瞬间恍然大悟。人生总有许多沟坎需要跨越，岁月总有许多遗憾需要弥补，生命总有许多迷茫需要领悟。有些事轻轻放下，未必不是轻松；有些人深深记住，未必不是幸福；有些痛淡淡看开，未必不是历练。无论你怀着多大的善意，仍然会遭遇恶意；无论你抱有多深的真诚，仍然会遭到怀疑；无论你多么安静地只做你自己，仍然会有人按他们的期待要求你；无论你多么勇敢地敞开自己，仍然有人虚构出一个他喜欢看到的你。但无论如何要记住，你的人生由你书写，不是任何人的。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路，也没有布满荆棘的人生路。有逆境就会有顺境，只有咬牙坚持了，才能知道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心不死，则道不生。不打车，何来大悟？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大彻大悟。愿你的人生更加通透，让你的灵魂更加自由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